在北京足足停留了1个多月，终于又出发了。我今天飞到了这里，猜一猜，这是哪里？今天是12月1号，终于又出发了。10月份的时候买了一个航空公司的快乐飞，期限是3个月的，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半时间。如果再不使用，就应该亏本了吧。随着北京天气变冷，还是决定先飞往南方。这里是高大上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第一站准备飞往海南的海口。去年冬天的时候，在海南省玩了将近40天，主要玩的是三亚和海南岛的东岸的一部分。现在飞机起飞了，大概要飞3个多小时。去年冬天的海南环岛之旅，对海南岛的印象完全打破了原来的固有认识。尤其是三亚，非常喜欢，足足待了将近30天。很多人也是因为看了我的三亚之旅的视频，开始认识我的。飞机在云端有个影子，飞机就要降落了。飞机到了海口的美兰机场，需要坐摆渡车。机场的停机坪停着很多大飞机。我这次的出行没有特别的计划，因为现在海南岛的气候比较不错，而且相对安全，所以作为了第一站。从北京飞海口，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只要出示绿色的行程码和健康宝就可以了。现在海口的温度是20度左右，还是比较舒服的。坐大巴到了市中心，选择了一个简单的酒店，100出头，只要干净，先住下来再说。楼下街口的餐厅吃了个排骨套餐，一共才23。把海口作为第一站，一个是因为继续上次的海南环岛之旅，另外海口确实没有好好的玩过。现在晚上华灯初上，这个是海口的钟楼，广场上人们在跳舞，感觉天气非常的舒服，准备逛一逛海口的夜景。作为海南岛的省会城市，海口的面积还是不小，准备沿着滨河路转一转，看路边有个共享单车，准备骑车逛一逛。和别人咨询了一下，说海口的万绿园的夜景不错，直接骑了过去。路边是不是停下来可以看一看夜景？
海口也叫椰城，所以路边很多椰树。这里行人不多，慢慢的骑，也可以随手拍。据说万绿园这一带被称作海口的外滩，我们看看像不像？进入冬季以来，全国很多的城市夜景照明工程好像都停了，这里面还是比较璀璨的。这次准备可能在海口待个3、4天，把海口可以玩的地方都慢慢玩一下。看这个小胖娃娃的雕像，初步计划玩一玩火山公园、观澜湖、冯小刚那个电影工厂，还有骑楼老街。感觉这个万绿园的绿化还是非常美的。在它的旁边还有个世纪公园，据说还有个网红的图书馆，准备这2天也去逛一逛。如果哪位朋友对海口比较熟悉，也可以提供一些其他信息。我还是比较喜欢慢慢的欣赏一个城市。这是来到海口的第1天，接下来的12月，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旅行吧。我现在在海南的海口，这里常年气候宜人，空气质量很好。这里有着中国魅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称号。海口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为了深度了解这个城市，今天来一次城市漫步，走一走城市的街道和城市公园。
感觉我最近做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每天晚上做完视频都夜里12点多了，发出去已经1点多了。好在第二天不着急早起，睡个自然醒。吃过了午饭，准备在城市里逛一逛。这是酒店旁边的人民公园，到处都是椰树，不愧是椰城。海口的城市环境现在越来越好，这些年也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移居养老。这个人民公园就在市中心，公园里有个纪念碑，朱德题字的，也是纪念革命先烈的，很大的一棵榕树。公园里还有一个革命家冯白驹的雕像。海口这个称谓已经有900年的历史了，不过在历史上海口都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不过也涌现了一些历史名人。海口的老街非常漂亮，基本都是白色的建筑。最著名的是这个海口的骑楼老街。这种骑楼的建筑风格大多都是上世纪初一批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借鉴当时的南洋建筑风格建起来的，很多骑楼都布满了优雅细致的雕塑和洋派的装饰，很有点欧洲巴洛克的味道。一般的骑楼楼层都是2、3层的，一层街面的位置留出空间供行人走路，还能遮风挡雨，非常好。骑楼老街有一个著名的建筑天后宫，里面供奉的是妈祖。妈祖是中国东南沿海包括东南亚一带很多人都信奉的，算是海神吧。很多船工、海员、商人、渔民出海，包括经商的都会供奉。据说妈祖是个真人，叫林默，出生在宋朝，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后来因为救助海难去世了。当然现在很多有关妈祖的神话传说也是虚构的，但无论怎样，妈祖也是善良、无私、慈爱、英勇的中国传统美德的象征和女性代表。现在世界5大洲都有5000多个妈祖庙。再来看看这些骑楼老街的建筑，真的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有一种穿越到民国的感觉。海口的骑楼老街也因为唯一性和独特性获得过中国10大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现在老街上有不少民宿、餐馆、老字号的小吃店，走累了可以进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来一大碗清补凉。海口的这些骑楼老街建筑基本都是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建筑，但其中最老的建筑也有600年了。现在海口的骑楼老街基本是游客到海口的必打卡的地方。这里积淀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历史上曾经有13个国家在这里开设了领事馆、教堂、邮局、银行、商会。行走在骑楼老街，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离开了骑楼老街，又来到了下一个城市公园
白沙门。每一个公园都是椰树成林。白沙门，其实这个白沙门公园是位于一个小岛上，海淀岛，算是一个市民休闲乐园。里面有湿地，还有个儿童乐园，尤其是有个摩天轮很漂亮。离开了白沙门，又来到了海口的一个标志建筑世纪大桥，非常漂亮的一座大桥，全长2公里多。桥底下还有一个直升的电梯，免费的。上来看一眼这座白色的大桥。世纪大桥，世纪大桥下面就是世纪公园，非常漂亮的一个白色大桥。骑车在世纪公园转一圈，前面的广场非常漂亮，过去看一看。空地上有个老人在吹萨克风。一下子感到这个地方特别的浪漫，显得整个城市也特别的有格调。公园里有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过去看一看。原来这是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名字叫海口云洞图书馆。先围着这个建筑转一圈，确实是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很多人在这里拍照。进图书馆里看一看，有几排楼梯座椅，边看书可以边看日落。图书馆有2层，这是楼上。确实是很美的一个图书馆，值得来打卡一下。里面有很多空间和角落，或坐或卧或躺，非常惬意。从图书馆出来，正好可以看到日落。不单是海口，整个海南的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每年一个样。
这里的日落真的很美。太阳下山了，其实这里的夜景也非常美。一般人来海南旅游，基本都是去三亚，在海口停留的时间都很短。其实作为海南的省会城市，海口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所以如果你没有来到海口好好的吃喝玩乐一番，确实有点可惜。接下来的几天，请继续跟我来一次海口之旅吧。